天才车手遭遇一系列挫折时，如何调整心态，走出困境？2018年，年仅20岁的维斯塔潘开启了自己第4个 F1 赛季。因为头顶着历史最年轻 F1 车手的光环，所以荷兰人每一场比赛，甚至每一个弯道都想要证明自己。而面对汉密尔顿、维特尔、里卡多等一众天赋、经验、综合实力完全不输给自己的顶尖车手，维斯塔潘显得急躁，甚至疯狂。揭幕战澳大利亚，在第一个弯角，维斯塔潘就被哈斯赛车在外线完成超越。为了从马格努森手里夺回位置，维斯塔潘不断将赛车推向极限，但事与愿违，挣扎的轮胎最终惩罚了急躁的荷兰人。哎呀，维斯塔潘好着急啊！第二站比赛，维斯塔潘在巴林国际赛道超越汉密尔顿时发生碰撞，左后胎不幸爆胎，第2圈就退出了比赛。来到中国站，荷兰人攻击维特尔是极其不理智，在大直道末段没有获得身位优势的情况下，强行将自己扔进弯心，如此操作让本来至少是亚军的自己只能以第5完赛。而在阿塞拜疆，疯狂的维斯塔潘在刹车区连续变线，导致队友追尾，最终红牛双退。2B 赛车的设计者纽维摇摇头打卡下班，领队霍纳盯着屏幕无话可讲。4站结束，拥有顶尖速度的维斯塔潘却因为自己的冲动、莽撞和不顾一切的驾驶风格，仅仅排在了车手积分榜的第8位，不禁被人质疑是在浪费自己的天赋。其实塔炮之所以驾驶风格会成为这样，跟他从小的经历息息相关。维斯塔潘4岁就开始参加比赛，他的私人训练师就是有10年 F1 车龄的老爸乔斯·维斯塔潘。望子成龙是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期望，因此老维斯塔潘对儿子要求极其严格，甚至有些苛刻，拿不到冠军可能就要走路回家。所以维斯塔潘的字典里没有求稳2个字，激进就是他的风格。他也因此在卡丁车和低级方程式领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，但在 F1 车辆规格都是不同的，急于求成反而会适得其反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面对心态爆炸的儿子，老维斯塔潘并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责怪他，反而劝解了很多。其中一句话瞬间点醒了这名天才车手。乔斯说道，当你觉得自己开得很慢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很快了，虽然排名不是第一，但作为车手的你可能已经是最快的那个了。维斯塔潘听完之后顿时醒悟，因为在 F1 有时候想要缩短与前车的差距，并不是光靠车手就能完成的。车队的技术升级、优秀的策略辅助、常见的安全车因素，甚至进站换胎的速度都能左右胜负的天平。而他太过纠结于自己的驾驶能力，给了自己太大的压力。而明白了如此简单的道理之后，维斯塔潘逐渐解开心结。虽然驾驶风格依旧彪悍，虽然行事作风依旧不够成熟，但当他愿意等待场上的变数，相信策略组的大数据计算，甚至开始具备长远的战略目光时，维斯塔潘变得更强了。而一个拥有稳健心态且充满自信的天才，再加上红牛这样的顶级团队，夺得世界冠军只是时间问题。而4年之后，维斯塔潘已经蝉联2届世界冠军，并正在开启属于他的 F1 时代。